石油大学周小军。褶皱构造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通过野外实际勘察和签图，查明褶皱的形态、产状、规模和组合分布特征；另外一方面是通过阅读地质图鉴，综合运用各种地质勘察手段所获得的资料，比如物探、钻井、测井、航空照片、卫星图片、图像解译等等，综合进行研究，分析褶皱的发育特征和展布规律，探讨褶皱形成的机制和形成时代，研究区域地质构造特征、褶皱与矿产及水文、工程地质等之间的关系，提供基础资料。第一个方面，野外露头区的褶皱研究。露头区主要研究褶皱的形态、褶皱内部的小型构造、褶皱的完整程度、褶皱的展布方式和叠加关系。特别注意，褶皱在不同部位上形成的褶皱形态有所差异，我们要学会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。野外露头区褶皱研究的步骤包括：第一，详细了解研究区域地层和总体构造特征；第二，选择野外露图出入比较好、较全的露图，从多个角度观察剖面，仔细观察褶皱的发育形态、发育特征，详细测量褶皱的两翼、轴面和枢纽产状，详细描述褶皱的相关特征，并记录其相关参数。三、对野外出入不全的露头，根据地层程序关系，参照层理识别的标志方法确定标志层，垂直岩层走向方向进行追踪，能在地层新老关系和对称重复特征以及标志层在区域上的展布规律，确定褶皱的基本形态和类型，协会相关地质图鉴。第四，观察褶皱的几何形态，测量褶皱要素的参数。对于规模比较小、出入完整的褶皱，观察并测量两翼岩层的产状、轴面和枢纽的产状；对于规模比较大、出入不完整的褶皱，系统测量褶皱岩层面的产状，用计算方法或赤频投影方法，精确求得褶皱的轴面和枢纽的产状，分析褶皱的整体形态，以及在不同区段内褶皱的形态特征和变化规律。第五，分析褶皱内部的小型构造。褶皱内部的小型构造包括小褶皱、节理、断层、层间滑动摩擦与破碎带、劈理与切理等等。其中，小型褶皱或分为独立小褶皱和从属小褶皱两种类型。独立小褶皱是与主褶皱无直接成因关系，也无几何关系的褶皱。第二种研究方法，地质读图与分析。根据地质图上地层的展布和对称重复关系，判断褶皱的类型、形态、卷入的地层产状，包括两翼的产状、褶皱、轴面、枢纽的产状、转折端的形态、轴距、延伸范围、组合类型及叠加关系等，分析褶皱的形成时代及成功机制。第一个，分析褶皱的类型。根据地层的对称重复出现以及地层的新老关系，区分是背斜还是向斜。对于背斜是合部地层老，一部地层新，而向斜是合部地层新，两翼地层老。第二，确定褶皱两翼的产状，判断褶皱轴面的产状。根据地质图上褶皱两翼的产状进行判断，轴面可以近似的看作是两翼岩层的角平分面。如果两翼岩层倾向相反，倾角相等，说明轴面近于直立；如果两翼岩层倾向相反，倾角不等，则褶皱的轴面倾斜。如果两翼倾向相同的倒转褶皱，对于背斜，轴面倾向于正常翼；对于向斜，轴面倾向于倒转翼。第四，褶皱枢纽的判断。在地形起伏不大的情况下，可以根据褶皱两翼岩层界限的延伸特征进行判断。如果两翼的同一岩层界限延伸平行不相交，则褶皱枢纽水平；如果两翼的同一岩层延伸后相交，则枢纽倾斜。对于背斜，相交的一端指向背斜的晴末端，而对于向斜指向向斜的阳起端。第五，褶皱转折端的形态描述。在地形平坦或起伏不大的情况下，褶皱两翼的产状变化不大时，起伏端或阳起端的形态
大致可以代表褶皱转折斑的形成。第六，褶皱组合类型和识别分析。根据平面图上各个背斜与象形的排列组合特征，分析褶皱的组合类型。第七，褶皱形成时间的判定。褶皱形成于卷入褶皱变形的乙系列地层最新地层沉积之后，而没有卷入褶皱变形的上附最老地层沉积之前。将上述的褶皱分析结果进行整理描述，即为褶皱的分析和研究。今天这节课，我们主要讲解了褶皱构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，主要包括野外褶皱的观察与描述，以及平面地质图中褶皱特征的分析。